一代君主当着群臣灌肠，尿液漱口，皇族贵妇头顶仰躯，群下如厕。如果穿越到了中世纪的欧洲，试问你能坚持几天？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几百年前的英国伦敦，此时的这里还不是那个号称绅士和优雅的城市，而是一个巨大无比、生活着几百万人的露天大粪坑。走在街头，却遭遇了从天而降的粑粑雨。刚想破口大骂，但发现脚下是一层厚厚的粪便泥土混合物，周边令人窒息的臭味甚至让人睁不开双眼。因为在这个文明倒退的中世纪欧洲，丝毫不亚于如今的印度，排污的下水道少之又少，公共厕所更是几乎没有。所有的人都这样过着随地大小便的生活，草丛、墙角、马路、河边，这些都能解决人们的排泄需求。而稍微体面一些的皇宫贵族则会喊来厕所人，也就是蹲在路边行走的公厕。他们通常背着一个粑粑桶，手提尿壶，身穿长袍，一直在主干道上晃悠，专门服务那些讲究颜面的贵族人士。而这些厕所人在中世纪欧洲被人们称作黑商，经常在客户上厕所的关键时刻漫天要价。所以提醒观众老爷，如果穿越到这个时期，一定要先商量好价格才行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白天在街上拉，晚上要是感觉来了但不想出门怎么办呢？人肯定不能让尿憋死。聪明的欧洲人每家每户都有一个专门的木桶，拉完之后直接从窗户往外倒。不过切记到之前要大喊3声。而住在河边的人则会选择改造下水道，把污水引到水中。虽说干净又卫生，但可苦了河水下游的老百姓。平民老百姓由于不用顾及颜面，早就实现了排便自由，但皇宫贵族就不能这么做了。所以他们在城堡之中修建了悬空厕所，名字也很讲究，叫做私室。屋子中有一个座位，座位下面挖出一个洞，这样贵族们就实现了拉屎不用处理的人生最高境界。因为排泄物会直接落入城堡的护城河或地面上，可时间长了，护城河中的含屎量明显超标，再加上附近的居民也会将此地当成公共厕所，并且一些动物的尸体也会丢入其中。所以说欧洲中世纪的每一条河流都不亚于如今的印度恒河。那么问题又来了，平民和贵族可以这么做，难道皇宫也是如此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比如大名鼎鼎的凡尔赛宫，巅峰时期有上千人在里面生活，每天更是有几百人拜访。贵族们感觉来了就会挑选一个无人的房间释放自己，而女性则会随身佩戴一名侍女，有需要的时候侍女会端着便壶钻到裙子里面。就这样，整个凡尔赛宫里里外外都充斥着粪便。而法国国王路易14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，那便是搬家，阶段性的搬家。凡尔赛宫拉满之后就搬到卢浮宫，已然成为粪坑的凡尔赛宫则派专人打扫，等一段时间之后，卢浮宫拉满了再搬回去。不得不说，真是干净又卫生，并且中世纪的欧洲人不爱洗澡。其实在古罗马时期，欧洲就建造了很多澡堂，很多人一有时间就去泡澡，其中修建的厕所也非常宽敞。可厕所中间的木桶就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了，桶里面装满了水和一把海绵刷，这东西可不是马桶刷，而是专门用来擦屁股的。第一次没有擦干净就放入桶中涮一涮，再来一次，并且海绵刷不是一次性的，下一个人可以继续使用。而到了中世纪之后，洗澡被教廷认为是堕落享乐的行为，红衣大教主更是喊出了一个口号，那便是敬神献巫身，凡人对身躯的清洁是对神灵的亵渎。所以人们纷纷以不洗澡为荣。法国国王路易14一辈子只洗了7次澡，隔壁的英国国王詹姆斯更是终生都没洗澡。为了遮盖难闻的体味，中世纪的欧洲可谓是想尽了办法。高跟鞋是为了防止出门踩到粑粑，少女手捧鲜花以及香水的诞生都是为了遮盖体味，宽边的礼帽是怕排泄物砸到头上，随身佩戴伞具是为了随时解决3级问题。直到黑死病在欧洲全面蔓延之后，付出了千万人的代价才意识到了环境的重要性。可以说中世纪的1000年是欧洲最不愿提及的黑历史。